高达宇宙科技这么发达，为啥不用 AI 取代人类驾驶员呢？在之前我们讨论高达的驾驶方式时，提到了机体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的 AI 辅助，比如驾驶员下达向前步行的指令时，只需要前推推杆，高达就可以自动侦测周围地形，并做出合理的步行动作；而当驾驶员下达挥砍光束军刀的指令时，只需要通过推杆确定攻击范围以及角度， AI 就可以规划出合理的出刀姿势，同时控制四肢保持机体平衡。甚至当驾驶员需要抓住某样东西时，只需要下达抓握指令， AI 就可以识别物体上合适的抓握点进行抓握。这时就有不少观众吐槽了，你这啥事儿都让 AI 规划了，那还要驾驶员干嘛？不能做成远程控制，或者直接让 AI 自己开高达不就完了吗？首先远程控制就别想了，高达各个宇宙基本都有干扰通信的东西，比如 UC 的米氏粒子、SID 的中子干扰器、00的 JN 粒子，虽然它们的干扰强度不一，而远程操控终究会受到影响而变得不可靠。那么只剩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为啥不让 AI 直接驾驶高达呢？其实这个话题高达 W 就有过深入的讨论。在剧集中期，军方根据优秀驾驶员的操作记录，改写出了能够自动驾驶的 AI 系统，并将其命名为机动人偶。它们不但便于批量生产，还拥有着远超普通士兵的反应能力，并且不怕死的 AI 也更有利于作战任务的执行，在进攻时能够保持编队利益最大化，而不计较单位 MS 的得失。这一点就算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在遇到极端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出岔子的。之后随着更适合 AI 驾驭的 MS 比尔哥的出现，机动木偶的作战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能几乎完全取代传统士兵的。怎么样，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已经符合大多数观众对 AI 的期待了？可是就算是这样的 AI 部队，在剧中呢也存在着两个巨大的缺陷。第一， AI 逻辑的编写和学习是一个非常让人头大的问题。高达 W 这部剧在创作之时， AI 技术还没有迎来飞跃性发展，因此在剧中的机动木偶在我们看来就略显死板了。剧中也有描述，由于他们的行动模式比较固定，所以很容易被有经验的机师找到破绽，从而击破。可如果我们加入更先进的 AI 理念，是否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呢？这一点相信屏幕前从事 AI 相关工作以及研究机器学习的朋友们会更懂一些。我这里只是稍微抛砖引玉，设想一下，就比如说训练的数据量吧。要知道战场环境是很复杂的， AI 不仅要让机体做出合适的动作，同时也要有能力识别周围所有的物体，这样才能够算出自己是否应该进行攻击，而这是需要相当大的数据支撑的，且让 AI 对未记录的数据做出快速反应也是个难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敌人对机体进行了伪装，使得 AI 采集到光学数据与库中存有的资料不符，它该如何做出快速判断呢？这一问题在 UC 宇宙这种非 AI 主导的战场上都会出现，典型的就是气球伪装会被 AI 自动识别为敌机，而驾驶员在驾驶舱中看到的画面又是 AI 生成的，导致驾驶员也会误以为这个就是敌机。虽然之后机体升级了识别系统，但在面对更加真实的模型时依然会被骗。相对来说，人脑在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以后，就诞生了一种叫做直觉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虽然也有可能会被逼真的模型所欺骗，但直觉敏锐的驾驶员会快速对这些障眼法做出反应，这一点就是机器很难做到的了。编程人员总不能给 AI 写一个觉得不对劲就可以攻击的词条吧？那这个 AI 真的是太危险了。而这也牵扯到 AI 的第二个重大缺陷了，那就是人道主义上的辩证。在高达 W 中，反对机动木偶的不只是那些对立立场的势力，连 OZ 内部也有以脱帅为首的派系，不认可机动木偶的作战方式，因为一旦人类将枪与子弹托付给了 AI， 那么它只需要下达攻占指令，就可以由 AI 替人类完成一切杀戮行为。最后的结果就是 AI 在战场上不存在善恶观，只是忠实的执行命令，不放过任何一个目标，而后方的指令员也收不到任何来自于一线士兵的反馈。如果这种战争方式持续下去，久而久之再也没有亲临一线的士兵，后方的指挥官也都是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们眼中战争更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这样的未来会有多么恐怖，我真是想都不敢想。而且就这咱们还都是直接往大了讨论了，就以现在的普世价值观来看，能赋予 AI 杀死人类的权限就已经是很难以想象的了。现代战争中虽然已经出现了大量 AI 无人机，但真正要攻击人类时，这个攻击指令还是要后方操作人员确定并下达的。对于人类来说，让 AI 可以获得左右人类生命的权利，这实在是太危险了。毕竟机器人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旁观这一条，不然以 AI 的进化速度，一旦让他们获得了生杀大权，那这些危机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总的来说
AI 无论是在实战中较差的应变能力，还是在人文道德观中所受到的限制，都是其作为 MS 这一战争机器独立驾驶员所无法忽略的问题。大家对这一事有什么见解，也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只需要买齐这些工具，再学学本视频中提到的小技巧，新手也能做出很好看的速组。事先声明，本视频主要是面向刚入坑不久，且不是想当匠人的新人的。首先是钳子，这个我认为是在所有工具中最重要的。这里我放上一张之前拍摄的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30元、90元、160元的钳子剪出来的效果。至于神手啊，作为摔坏3个神手后转头平替钳子的我来说，回头想想啊，那确实花了不少冤枉钱。该坏还得坏，该生锈还得生锈，该掉展位还一样掉展位。后来我用的像迪斯派啊和我手里的这个，价格啊比神手便宜不少，效果呢也差不多。就拿我手里现在用的这个举例啊，正常2刀流解一些小水口是几乎看不到白痕的，甚至啊1刀流也没问题。钳子我放评论区置顶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逛逛啊。而遇到较粗的水口，就需要下一个工具锉刀。为什么我不推荐砂纸呢？虽然砂纸仔细打磨下来效果更好，但对于新人来说呢，它见效慢，工序相对复杂，很容易弄2次就懒得弄了。而锉刀可以快速打掉水口，虽然会留下一些很明显的痕迹，但只要你买个消光一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像我展示的照片都是如此打磨后喷消光的，完全看不到任何痕迹。不过锉刀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缺肉，对打磨角度啊要求很高。平面还好说，直接整面磨，遇到斜角的建议把整边直接磨成你的形状，这样省事儿，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另外熟练了以后，凸弧面也是可以直接锉刀打磨的哦，凹弧面可以用笔刀刮一刮。至于刚才提到的消光，可以买军事 B530超平滑，具体罐喷怎么用，大家可以网上搜搜别的教程吧。如果你连去楼下喷罐喷的条件都没有，那可以再试试买个玻璃锉刀，稍微磨一下，虽然也有划痕，但不会那么明显。不过玻璃锉刀手感很怪，大家一定要多练。至于铁锉刀，我觉得随便买就行了。像我买的这个10块钱杂牌子，反正40、50的用久了一样生锈，这都是消耗品，没必要啊。木数呢就买游戏木，最细的那一档就行。如果你水口实在懒得打磨，还可以用勾线笔稍微画一笔，再用手擦一下，肉眼看上去基本上就没那么白了。这个方法适用于红色、蓝色、灰色、黑色等一切颜色较深的板件。另外呢，勾线笔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勾线，像一些高低差的地方，或者是刻线比较浅的地方，都可以用勾线笔搞定，手稳就行，稍微画出界了，用手指头迅速擦一下就好。而遇到刻线比较多的，那就需要深线液了，它的效果也会更好，优先买深灰色的。记住啊，深灰啊，深灰。深，如果你喜欢在灰色板件上面渗线，那就再买个黑的。至于牌子，想省事儿的可以买这个香牌的水性渗线液，无异味，不需要买擦除液，自带小毛刷，自带小钢珠，也方便摇匀。渗完线等10分钟，用棉签蘸水就能擦干净。缺点啊就是流动性一般，且必须在渗线后短时间内就用水擦除，不然时间长了水就擦不掉了。另一个是我最常用的田宫的深灰色渗线液，自带小毛刷，流动性不错。缺点啊就是味道比较大，而且必须买 X20 进行擦除。当然了，好像有人说 Zippo 油啥的也行，我是没用过啊。至于网上传言的什么田宫渗线液 X20 会腐蚀板件，基本啊就是操作不当。只要你在拼装前渗线和擦除，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做过500多个模型的我向大家保证，反正我是没遇到过什么饼干化的啊。最后啊就是水贴软化剂，买军事的带背胶那款，主要是如果你贴万代自带的水贴，粘性较差，有背胶的效果会好一些。贴水贴也有小技巧，先放到手上，将多余的水分吸干，然后涂很少的软化剂，再把水贴放上去，然后呢用棉签先压一压，看一下水贴角度是否正确，正确的话再碾压吸干。注意啊，碾压不要太使劲儿，否则容易掉。用这个手法，万代的水贴也可以轻松贴。做过10几台卡莎，用过无数万代最差那批水贴的我，向大家保证啊。另外呢还有笔刀、镊子，大家看着买就行啊，便宜就好。一定要记得，这些都是消耗品，没必要多花钱。至于棉签嘛，你女朋友肯定有啊，这不用你自己买。没女朋友先去买个女朋友啊。好了，有了这些工具和制作小技巧，你做高达模型啊，基本就可以做到又快又好了。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各位新人。浮游炮这么强，为啥后来就没人用了？在很多高达系列作品中，浮游炮系武器都是作为剧集中后期出现的少数 ACE 才能使用的专属武器，水魔除外啊。他们拥有着极强的机动性与不俗的杀伤力，基本上一般的杂兵遇到这个东西都是初见杀。而当浮游炮出现在敌方 BOSS 机上时，更是能对我方主角造成极大的作战压力。当然了，有时我方 BOSS 用上浮游炮以后，敌人也基本上没得玩了。
像 SEED 和00后期，基本上强大一点的主角机都会配备浮游炮或类浮游炮武器，实现快速清兵线的效果。可是，在 UC 宇宙中，为什么战争持续了几十年后，战场上却鲜有浮游炮武器的出现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咱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浮游炮是啥。在 UC 宇宙中，有一种人类被称之为 New Type， 也就是新人类，他们有着非常强的脑波以及空间感知能力，而这两个特性的结合，就使得新人类可以把自己感知到的空间方位以脑波的形式发放出来。这时呢，只要有一个机器能够读懂他们的脑波，就可以获得攻击目标的具体方位，从而进行有效的远距离伏击。这个读取脑波的系统，正是我们常提到的赛可缪系统。之所以在信号干扰严重的 UC 宇宙中，赛可缪系统能够将指令传达给距离较远的浮游炮，是因为它的信息传递媒介正是米氏粒子本身，也就是米氏粒子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浮游炮小型化的研究也非常顺利。同时呢，将精神感应装置放置于浮游炮中之后，再在机体上集成大量精神感应系统，来实现人脑对浮游炮与机体的并行操控的，就是精神感应框架了。以上就是浮游炮大体的技术原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系列武器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驾驶员。浮游炮贵是贵，咬着牙呢也能造出来一些，可是新人类全宇宙就那么几个，大多数还让林有德给拐走了。想要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这一武器，只能想办法量产驾驶员。于是新人类的下位替代强化人这种生化武器插件也就自然而然的孕育而生了。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浮游炮的使用原理以及驾驶员的要求都有一定初步的认识了吧？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它的弊端。首先是战争武器的发展往往是攻防两侧同步进行的。浮游炮在刚被开发出来时，由于那会儿近距离侦测手段不完善，导致体积较小的浮游炮无法被侦测到。拉拉开着埃尔美斯号初登场时，画风是这样的，伴随着一阵诡异的歌声，联邦舰艇莫名其妙的就炸了，船上的士兵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船是为啥炸的，场面一度极其灵异。可随着 UC 宇宙中中短距离探测系统的不断完善，浮游炮就算完成了小型化，也很容易被侦测到。同时，联邦驾驶员也分发了对浮游炮应测方法，即快速用头部机炮进行360度扫射，达到摧毁周围浮游炮的目的。而部分操作精湛的驾驶员还可以通过骗锁、快速接近等手段，迅速甩掉浮游炮，直捣黄龙。在桔刚小队对战查迪利的作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浮游炮在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面前，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了。反而是查迪利这边如果没有艾利场护身，可能真的就要被队长突刺成功了。这里也暴露了使用浮游炮的另一个弊端，那就是当驾驶员集中精神操控浮游炮时，本体的防备就会相对薄弱，只有极少数的驾驶员能够做到浮游炮与本体的兼顾战斗。这也是为啥在 UC0093 到0096期间，精神感应框架会如此受到重视的原因了。因为想让一般驾驶员同时进行推杆操作和脑控，那实在是太难了。全部脑控化就是当时研究人员给出的答案。不过总的来说，在0096时代，浮游炮就已经开始显现出疲态了。到了 UC100年左右，由于艾利场和反光束涂层技术的不断发展，浮游炮的输出经常连防都破不了了，更别提有效杀伤了。此时的军方更愿意将开发资金投向高能武器的发展，达到一炮贯穿立场与涂层的效果。至此，浮游炮基本上是丧失了一切其作为武器的优势了，它的后裔也只剩下浮游飞弹这一支了。然而浮游飞弹说白了，也就是一种高制导的一次性武器罢了，与浮游炮开发的初衷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从攻防角度介绍完浮游炮的衰落以后，我们还要讲讲驾驶员以及政治层面上的。首先，驾驶员必须是新人类这一点，对于武器生产来说就已经是要了亲命了。只要武器无法量产化，就意味着研发他们难以回报整个战局。这时有人说了，那就开发给那几个新人类用不好吗？再说了，不是还有强化人的吗？新人类这边，由于他们拥有着超强的同类感知能力，到了战场上往往就成了新人类之间的相互吸引，自相残杀。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没怎么清兵线呢，就奔着对方的 ace 去了。这一点是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导致高成本研发出来的兵器使用效率只有50%都不到，因为不是在跟对面缠斗，就是被对面给击坠了。就算幸存下来，往往也是武器消耗差不多了，实在是得不偿失。至于强化人量产，这东西本来就是反人道的，没法拿到太阳底下说的事儿，研究很难进行下去不说，强化人还一个比一个不稳定，仅存的硕果还容易被对面经验老道的新人类直接点爆，再加上浮游炮武器本身也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因此也就没有研究下去的必要了。其次，新人类这个名词毕竟是吉翁那边提出来的，本意是给宇宙居民一个奋起反抗的口号，因此就算阿姆罗这样的新人类在战场上为联邦立下了赫赫战功，联邦也是不太敢重用他们。尤其是当阿姆罗驾驶的牛高达引发阿克西斯奇迹以后，新人类的神迹更是容易在宗教层面上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
UC 宇宙的新人类政治话题啊，其实特别有意思，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单开一期讲。总之啊，阿克西斯奇迹以后，不但新人类的待遇每况愈下，与其相关的技术更是会受到各种限制。最典型的就是精神感应框架，这个东西虽然能让驾驶员更自如地驾驶 MS， 但终归还是只服务于新人类和强化人这一小部分人的，生产成本高，不易量产不说，同期也在蓬勃发展的生物电脑，更是直接终结了精神感应框架的存在。生物电脑的前身就是生物传感器，就是 Z 高达上面搭载那个。生物电脑的优势就是采用了仿生神经回路，使 AI 与人类机师的脑电波配合更加融洽，同时一般的驾驶员也能享受生物电脑的辅助，使其不再是一部分机师的特供品，满足了战争批量生产的需求。再看看精神感应框架 ，UC 宇宙的研究者到最后甚至都没搞明白它究竟为啥会发光，更别提研究奇迹是如何而来的了，这就更加凸显了该技术的不可控因素。因此啊，精神感应框架在柯西与佩涅罗佩这两台机体上用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之后，就逐渐被生物电脑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上就是 UC 宇宙关于新人类、强化人、浮游炮、精神感应框架这一系列人与物的衰落史了。由于篇幅有限，并没有展得太开，也欢迎弹幕和评论区大神进行细节补充。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